大家晚上好。护尘风，护尘风是谁？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就是超出我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好啊，让我来看一眼。我们先去发个推吧。直播已经开始了。这个 Twitter，嗯，然后不是这个 Discord 切换，走你。大约在冬季。Number one，这都是什么人？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去老范读评，对吧？OK，大约大家都有点声音没有？你们听到我说话了吗？我先去看一下声音有没有啊，别回头我扯了半天没声啊，有声，应该是有声的。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呢？大家都不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都这个啥也不说呢？怎么？你们是在听吗？现在也有20多个人在听啊。我看看，你想听啥？有声音啊，那就行了。好吧，既然你们没有什么先说的，那我就开始读评论了。第一条啊，和 Tiny Fu 的第一次偶然直播，那一次是我直播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加进来了。有人说了，说主持人和嘉宾最好不要互相抢话，一个人刚说了几个字就被对方打断，或者对方打断未遂，两个人如此反反复复，听着很难受。节目后半段，泰利富抢话太多，完全不让老范讲完一个观点。这个呢，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以前讲一个东西叫电信级服务。什么叫电信级服务呢？就是两个人的说话相互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延迟要达到多少秒以内啊，多少毫秒以内吧，我忘了具体那个数了。然后当你超过这个数以后，你就会相互抢话，因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其实是有延迟的，然后这种延迟呢还挺大，因为毕竟是在视频直播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会有的时候可能我这边开始说了，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说完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避免。不是说我们没有礼貌，或者说我们很着急，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延迟特别大。就很多比较习惯开视频会议或者开这种很多方的这种国际视频会议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延迟是很大的。像我们一般比如打电话，甭管是国际电话还是什么的，它都可以达到电信级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视频会议，然后包括像我们这种视频直播的这种联合直播，其实是达不到的。所以呢，就会经常出现这种抢话。这个我记得原来讲说，领导干部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别人说完了以后，他会等一会儿，或者自己说完了以后会等一会儿，等什么呢？等那个翻译，对吧？这个我们又没有这种领导干部的习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哎，我这边说话稍微间距大一点，或者他那边说话稍微间距大一点，就觉得可能是可以自己插入了。实际上我们在说的时候，对方又再接着说下一句了，只是那个它是个时差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可能还会好一点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到最后了，这个也稍微有点着急啊，大家还是希望把自己的东西表达清楚，但是就是你不在面对面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理解没有那么透彻啊，不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那么就会着急。再往后啊，上期读评说比特币不是数据链嘛，美国都能随意拦截，那也是假的数据货币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比特币这种东西呢，它也不是说我从这边发了一数，那边就可以收到的，而且因为它价值很高啊，而且这个波动又很快，所以呢，所有比特币的这种传播的过程呢，或者传递的过程呢，一般还是要过交易所。而且现在几个大的交易所实际上都在美国，那么包括这个，可能也有一些是在其他地方，但是美国一定是有服务器的，然后有一些监管，那么当他发现这个数值发生变化，或者是在哪一个交易所里的账号发生巨额变化的时候呢，是可以去拦截的。而且其实现在比特币的大量的这个账号，都是实名的，因为它要求做 KYC 嘛，那么很多这种敲诈完了以后得到的比特币，对吧？他们也是会被拦截的。像前面美国是电力系统吧，还是煤油那个石油系统也是有被人敲诈嘛？敲诈完了以后要了一笔比特币，然后那笔比特币汇出以后，基本上都被追回来了，对吧？因为它需要这个倒手，但是倒手的过程，大部分账号其实是实名账号，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很容易被拦截、被抓住。对吧？这个它并不是说这个数字货币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而且你一旦进入到这种就是完全不被监控的账户以后，你要想再把它留回来也很麻烦他会说你这个币的来源有问题，他可能会出一些就是说让你去冻结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现在好多这种币的交易呢，他们会放到一些公共的大账号里，然后放一段时间，它就比较安全了，然后再去动。像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俄罗斯，他要收这笔币，对吧？然后他为了收不是目的吧，最后还是要付出去嘛，所以他也不希望说他在支付的时候又被冻结了。而且这种币你真到了俄罗斯以后，其实他在俄罗斯，你说你拿比特币能买什么？他还是希望在美国或者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去买东西嘛。那么这个币肯定还是需要在这个交易所里要停一段时间，对吧？不叫洗白吧，但是呢，也是要有一个安全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可以被拦截的啊。好我看看这边有什么了陪女朋友逛吃逛吃呢，挺好的。大家节日好今天我估计人会比较少，应该都在放假。点赞点赞，是的，是吧？如果有3人以上可以举手，2人容易不容易协调是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3个人也会抢话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比特币 ETF 上港交所了，说说这个呗。但是比特币今天好像在跌吧？我看看现在多少钱了。这个因为我昨天好像是到6万了，还是到6万1了？这个我看一眼，因为我这个事情还专门问过一些专门玩币的人，他们说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哇天，今天好像又跌了，现在是5万7，天呐，5万7，以太坊已经跌到2900了。哇，这个实在是很吓人啊！因为他们讲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以前这种ETF 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呢没有进行宣传。现在美国既然已经明目张胆的干了呢，那我们也就宣传一下。所以现在这个状态，估计还是他们是惦记要打仗，还是要干嘛？这跌成这样了，这我今天一天没看，实在是太吓人了。对，Peter 李这个刚刚跑完5公里，实在是太让我羡慕了这种生活。好，我们继续读评。这个 Kimi 创始人套现，对吧？这一条里头呢，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套现还有一个动机是实缴因为我们以前也确实讲过这个有实缴的问题，但是呢，
应该不用着急，因为你想你创建公司5年才需要实缴呢，对吧？那么他这个现在其实离他实缴还远，因为他这公司才创建1年多。然后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他这公司其实已经实缴过了，为什么呢？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去做投资的时候，只要是有新一轮投资进来，都是强制实缴的，你不实缴，下一轮融资进不来。所以他已经做了这么多轮融资，所以他这个公司早就实缴完了啊！千万别想这事儿。像他这种公司呢，应该是 VIE 架构，就是他是在美国啊，不是美国，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个脑子今天有点不转啊。开曼啊，然后呢是这个香港或者是新加坡，然后是大陆，然后在大陆的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就是内资公司，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内资公司是必须实缴的，外资公司的话，其实就是它在每一轮融资的时候都已经实缴了啊，就是你不实缴下新钱进不来，所以呢，这个应该跟实缴没什么关系啊。再往后啊 ，Kimi 创始人套现。现在的 AI 大模型都是大型烟花秀，只要有钱就能搞。卖烟花的老黄和看烟花的观众才是真正的赢家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现在呢，确确实实如此，就是所有做大模型的能找到盈利方式的，其实都很少，绝大部分就是自己动大模型的。哎，你说我不动大模型，我就是给人做一点 to C 的to B 的这种系统集成，可能还能挣点钱。但是这个所有动大模型的，基本上都是赔的。我呢是昨天跑去01万物啊，又跟他们好好唠了一把，这个再一次证实了我的观点啊。这个01万物那一期视频已经上传到YouTube，然后会员现在就能看了。这个不是会员的话，明天早上8点半可以看。但是那一期我估计播放质量会很差，数量会很差，因为很长啊，而且非常专业。那是真正的找的01万物的工程师，然后再去把很多的开源大模型和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如果你说我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可以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就是来听一个热闹，那你试一试，这个不一定能听得下去。这还有一个跑了5公里的啊，这个让我羡慕。我是这个上来之前，这个下去溜达了20分钟啊，这个走了一会儿。苹果在国内建数据中心 iOS 系统并没有被破解，所以 FSD 也可以在国内建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东西是这样啊，苹果的数据中心呢是它独立的，就是它自己的一个数据中心在云上贵州嘛，在那边。这个所谓破不破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破解苹果干嘛使呢？对吧？你苹果操作系统本身是不需要破解的，是吧？你也没必要去破解它。但是 FSD 呢，它实际上是个大模型，就跟 Llama 2似的，或者 Llama 3似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后期的这个微调，再去做训练就完了，对吧？我为什么要破解它？我留着就完了。你现在 Llama 3也没有人破解它呀，对吧？大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后做训练就完了，然后甚至训练完了以后我都不承认，对吧？这个挺多的。我昨天去01万物，01万物也跟我说，现在很多人拿他们的模型再去做训练，训练完了以后，这个就说是自己的，对吧？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这么接着往前走就完了啊。所以它是不一样的玩法。就是 FSD 不是个操作系统啊。今天过节不劳动了，这个嘴也休假了，这个是有点拌蒜啊。这个嘴，上市公司的分红占年净利润的多少比较合理？15%算高吗？这个真不好说啊，因为现在国家是有规定强制分红，但是这个好像执行的也不好。来了先点赞啊，对对对，来了先点赞。节目时长1个多小时，对，明天节目时长1个多小时，啊，你这会员你已经看过了。这个敢用 FSD 吗？我没有特斯拉，那跟我敢不敢用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看到你刚才读的什么 Team Gym 的内容啊？你在同时也做其他的直播平台吗？没有啊，只在 YouTube 呀。今天这个直播只在这里。休息不摸鱼打卡啊，这个是你好你好，讲讲最近北京车展圈大佬的互动，怎么都出来当网红了？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出来当网红，对吧？你不出来当网红怎么办呢？再培养一个孟雨桐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必须得出来。
iPad Pro 要直接上 M4芯片了。是的，我前两天看那个谁在直播，AK 在直播，他就在讲这个事儿，他已经头几天就剧透了。但我真的不觉得 iPad 需要上 M4啊，这个让我觉得挺诧异的这个事儿。好啊，咱们继续读评。TikTok 在劫难逃。如果 TikTok 前2年在美国上市成功，结果是不是会完全不同？首先说 TikTok 上市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肯定想过这事儿。在川普上台的时候，他们就想过这个问题，说要去上市。但是呢，当时就是整个字节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啊。当时如果上市的话，它市值会比较低啊，这个并没有那么容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真上市了，前头还有像滴滴这样的前车之鉴呢，对吧？还有像这个瑞信这样的前车之鉴呢，也未必上市了就能好，对吧？比如说我乐乐你下市啊、退市，或者说我查你的数据的时候查的有问题，然后最后要求你这个做集体诉讼，然后再退市，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如果比如说前几年真的是顺顺利利上去了，然后呢各种问题也没有把它打趴下，现在呢肯定还是会有新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要求了说，哎，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否则要求你退市，这不是你得多一个把柄在人手里头。所以啊，这个不好说。再往后啊，说非常支持老美用对等原则封 TikTok 这个邪恶公司。这件事儿呢，我是非常不认可的啊。为什么呢？对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讲道理，我也不讲道理，对吧？你不法治，我也不法治啊。我们法治啊，这个美国人呢，这个现在就要去说，哎，我也要想办法通过一个法治的方式把 TikTok 干掉，对吧？所以呢，千万不要想对等啊，对等这个事儿是一个叫比烂啊，咱们不要去比烂啊。至于说这个所谓对等呢，这个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这个谷歌呀、Facebook 呀、Twitter 啊、Netflix 啊，它进不来，对吧？不是说我们要封它，或者说你必须把公司卖给谁谁谁，我才允许你进来，对吧？没有这种要求，我们只是说我有一堆法律条款，你要去服从啊，你如果没法服从呢，你就别进来，对吧？他们最后选择说我不服从，对吧？他们就没进来，这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从来都是欢迎他们来的。对吧？而且给特斯拉也开了绿灯，就是在特斯拉之前，所有这些外企进来呢，你必须要在中国做合资公司，对吧？然后中国要占大股，像什么大众啊，当时丰田呀、本田呀，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雪铁龙啊，都是这么进来的啊。特斯拉说不，我一定要100%占，那你就100%占，对吧？我们就允许你来做这件事儿，也是可以的。现在这些公司进来，我们都允许他进来，我们也不要求说你进来必须把公司卖给谁，对吧？只是我们的这个法律啊，你要遵守啊。但是他们谷歌当然评估了一下，说，哎呀，说我遵守你这个法律的成本太高啊，而且呢，这个我遵守了以后呢，这个又付出了这么多成本，我又挣不回这笔钱来啊，我就算了，不做了，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反正至少用我们的方式来解释是这样的吧？对。然后呢，TikTok 在劫难逃啊，说不用跑也不用进。我很多美国朋友在做生意，我很多美国朋友做生意都转到 Shorts 和 Facebook 了，9个月下来基本可以干死抖音了，这东西又不是独家专供，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多了去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容易了，这个如果他们真敞开了竞争，这个甭管是 Short 还是 Facebook 那个 Instagram Reels，你真打不过他。对吧？而且现在大家转上去的内容，其实是把这个 Short 和 Instagram Reels 的整个的氛围给干掉了，因为它上面大量的内容都是后边是 TikTok 的标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就是 TikTok 跑得快，然后呢，它在进行文化上的、内容上的这种氛围上的这种清洗，然后让Instagram 和这个YouTube Short 没法形成自己的调性啊，这个事儿是其实很吓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真的把 TikTok 干掉了，这个事儿还 OK，大家这两个还可以再打一仗。如果你这个留着，那你就一直没戏啊，它是永远打不过 TikTok 的。再往后啊，如果是正常公司，为了股东利益，自然是要卖掉的。但字节跳动这种党领导的企业，就要一切以党的利益优先了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不对的。
甚至还有人在讲说，哎，TikTok 不应该是一个美国公司吗？为什么还需要中国政府同意，对吧？大家要注意一点啊，你比如说，英伟达收购 ARM 啊，英伟达是一美国公司，ARM 是一英国公司，对吧？他也到中国来申请来，你同意不同意啊？你也得到欧盟申请，你到美国申请，你同意不同意？你像微软去收购动视暴雪，俩美国公司，对吧？中国政府也得同意，说我同意你收购，对吧？然后欧盟说我也同意你收购，美国也说我同意你收购，他才能做完，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跟你到底是哪个公司、哪国的公司是没关系的，对吧？你就是各大经济体，它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 ARM 去收购这个不是 ARM 是英伟达去收购 ARM，然后中国说我不同意，英国说我也不同意，或者这个欧盟说我都不同意，那你这交易能不能做？可以做，但你做完了以后，你的产品就不要再说不同意的这些国家卖了就完了，对吧？它是这样来工作的或者说你各种这个你等于在这边就是非法公司了，对吧？所以呢，这个 TikTok 这个中国肯定是有权利说不同意的啊。这个包括你别说它整个原来大股东都在中国，对吧？然后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持和服务部门都在中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说不同意这个没有问题。我看看这边，问一个小白问题：为什么有战争新闻的时候，比特币会贬值呢？之前听一个玩币的中东女投资人说，在他们那种动荡的地区，比特币反而更常见。大家不相信那些动荡的小政府，反而相信去中心化的货币。越打仗越信任比特币。我至今还是不太明白。对，比特币呢是有一定的黄金属性，对吧？但是大家要注意，现在真正大家使用的黄金是什么？这个东西叫美元。对，所以一旦打仗了以后，所有人都会抛售手里边除了美元之外的资产，然后去换美元，因为你到最后是需要用美元去买其他东西，就是给你比特币也好，给你黄金也好，你是这个没有办法去拿这个东西当饭吃了，你也没办法拿它去买到枪炮，买到任何其他的你需要的东西，对吧？你只能是拿美元去买，这个就是，所以一旦打仗，大家就会抛售比特币、抛售黄金、抛售各种资产去换美元，这个打了仗了，美元就会涨，所以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欢迎谷歌，只是谷歌自己不愿意来是这样的情况吗？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话来说是这么讲解释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这个用谷歌的解释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说，呃，就是他认为呢，这个呃，就是谷歌肯定是愿意遵守各国法律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包括德国，对吧？他说这个所有纳粹相关的信息必须要屏蔽，对吧？谷歌也直接给你屏蔽了。这个在其他国家可能未必屏蔽那么严，但是德国就屏蔽了。然后中国呢，他之所以觉得这个就是符合中国法律的这个成本实在太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好多的这个我们的规章制度，或者说我们的很多的法律法规呢，它的界限相对模糊，而且呢是只有命令没有解释，只要求你封禁什么东西，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也不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这个什么时候解开，什么都不说，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封禁词是很奇怪的，比如说一个省的名字给你封禁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谷歌可能就确实比较难以去做这个事情，说臣妾真的做不到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感觉这回特斯拉应该是借助百度的算力池来进行国内的 FSD 大模型训练。我觉得不一定训练，可能会做一些微调或者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对吧？而且最后推理有可能在这个百度的算力池，但是我估计最后好多推理应该是在本地做的，因为它不可能在云端做推理。对，明面上是得遵守法律，真正需要外商，需要看得懂领导的眼色。哎呀，其实怎么说呢？这些外商在国内呢，我记得那个马斯克来了以后，大家不都在推特上写说这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嘛？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国人然后呢，他移民去新加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理解，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移民去新加坡呢？
他说我要从中国人民啊变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说那区别在哪儿呢？他说你一旦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你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对吧？大家能够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因为呢，这个以前咱们讲叫一等洋人，二等官，然后呢才是什么什么，大概是怎么来分的？啊，对于每一个的这个领导干部来说呢，涉外事件本身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你一旦是比如说是个很小的事儿，但是它涉外了，都有可能上达天听啊，或者说隔好几层去传递。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他可能官帽就会不保啊，所以啊，这个一旦有涉外了，他就一定是一个超国民待遇啊，他要比中国公民还要再超越的待遇啊，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呢，中国有一点特别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的这些超国民待遇，等我以后收拾你的时候呢，你就猪狗不如，对吧？他是这样的，他不会说我很稳定的，我这些人就给你超国民待遇了，我就一直给你，对吧？就跟以前清朝，对吧？杨大人来了以后啊，超国民待遇，然后等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来把他们都干掉，对吧？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你比如说，哎，你来了以后，我就给你国民待遇啊，你大家都一视同仁啊，我出了问题我也不欺负你，对吧？这是一种玩法。还有一种玩法呢，像咱们现在这样，就是没事的时候呢，我给你超国民待遇；有事的时候呢，你就是万恶的美帝，万恶的资本，对吧？这个是我们的玩法。这个来了啊，欢迎欢迎。我跟塔主的感受一样，预期打仗的话，正常代表，避险情绪强烈。那虚拟货币不是应该涨价吗？有点反直觉，不反直觉，很正常这事儿。一打仗就看出来谁是地表最强了。是的，因为包括跟美国打仗的这些人都没有觉得美国会输，你说这玩意儿咋办？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一帮人换了一堆美元，然后就跟美国打仗去了，说你万一把他打废了以后呢？你说这批美元咋办？你没法整，对吧？只要愿意净身，欢迎进攻，是这样的。其实你像 IBM 就进来了呀，然后那个微软也进来了，都进的好好的。啊，比特币之类的是高风险啊，哪里是避险？它有一定避险啊，但是没有那么避险。现在最好的避险货币就是美元啊，没有之一。那就调整一下读懂龙颜啊，这个我觉得呢，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它整个的管理体系是分很多层级的，对吧？到你这一层了，你要把它搞明白，而不是说这个什么啊，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读懂最上面那个就行啊，这个一定是县官不如县管啊，这个事儿要搞清楚。所以呢，在这里确实是比较麻烦。再往后啊，美塔开源，Horizon OS 啊，这个有人先跟我讲说你这个，读的不对啊，这个各种英语的读音不正确啊，这个我只能跟大家抱歉。这个我有些还是会先去查一下，甚至有些会请我太太帮我指点一下。但是指点完了以后呢，我下次说还是错的。这个虽然我也不会讲英文讲的也很烂，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习惯发音这个事儿搞不定，对吧？这个要跟大家道歉啊。但这个肯定不是说我说就这样你爱听不听啊，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讲。就是我肯定英文我不好是我的问题啊，这个要跟大家道歉啊。这个但是可能短时间内你们要预期它有一个提升也很难啊。那么有人就讲了啊，说 Quest 2就是黑白的 pass through 了啊，就是它实际上是把外边的那个信息可以透进来。然后到 Quest Pro 呢，就进步到了彩色的 Quest 3呢，就做的好很多了。这个时候 Vision Pro 还没出来呢，怎么能算抄袭苹果呢？哎，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谁抄袭了谁啊？这回没有中国厂商了，对吧？咱们也不用那么这个愤怒的去说啊，抄袭就是不对这种事儿。你看，一个是美塔，一个是苹果，到底谁抄谁了？我觉得啊，不要想这么多。你美塔就是没有把它做到带上不头晕这一步，然后苹果把它做到了，那么苹果就是创新。你包括 iPhone 出来的时候啊，iPhone 的很多的特性，其实在前面的各种手机和设备上都存在过，但是我 iPhone 把它存在一块了，而且有了一个创新的体验啊，它叫重新发明了手机。而现在为什么说 Quest 去抄了苹果呢？因为
他最后管自己叫空间计算，没有管自己叫 Metaverse，对吧？如果说，哎，我这东西就是 Metaverse，我跟你就是两条路，我不跟你玩去，啊，然后你像苹果出 Vision Pro 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用你这个 Quest 定立的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玩，没有啊，我做了一个新名词，我做了一套新的路径，然后 Quest 说行，我原来那套不要了，然后我去跟着你走，对吧？那这个事情谁是主导，谁是跟随，就很明确了嘛。所以我们拿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东西到底谁抄谁的啊。然后我看看啊，特斯拉一个想让 FSD 加速落地，另一个就是想把 FSD 授权给别的厂商用，需要找个合作伙伴，但是找上百度也是让人有点不舒服。确实是啊，这个你就这么想吧，他如果想让 FSD 给其他车厂用，大车厂啊，丰田、本田，这个呢不是说不会用，但是呢肯定极慢，对吧？你从丰田说，哎，我今天想用你 FSD 了，我们在5年之后能看到这辆用 FSD 的车，我觉得就已经算快的了，对吧？这个本田呀，包括就日本车厂、德国车厂、美国车厂，大家都是基本上这速度，美国车厂没准能稍微快点3年。但是你如果到中国来，对吧？今年年底这个车能下线，你们信不信？对吧？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个只有在中国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这边开始弄，然后可能到这个8月8号啊，或者是到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这个搭载 FSD 的这个车型就开发布会了，啊，就可以在街上跑了。这种事情，你离开中国这样的一个魔幻的土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对吧？但是为什么找上百度呢？因为，大家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啊，这个，阿里不干这事儿，是吧？就几个大的互联网公司里头，咱们掰着手指数啊，阿里是没有自动驾驶的，然后呢，腾讯也没有，对吧？这个百度是有，因为原来做阿波罗，对吧？然后呢，字节跳动呢，在这块正是满头包的时候，所以也不敢沾它，对吧？你字节跳动，你万一沾完了以后再传出来这个要把 TikTok 卖给 Twitter，这玩意儿他妈谁受得了？所以字节跳动肯定不敢沾它。那么现在剩下的这些有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呢，自己都造车了，对吧？什么小米啊，虽然做的烂点吧，但是人家也自己训练了大模型，华为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其他这些国产新势力，对吧？人家都自己造车，所以他没法选，你只能找一个像百度这样的。虽然百度也造车，百度那个车叫极越，它占35%的股份啊，就是它也是正式在入股造车了。但是毕竟还算参与的少一点，所以他只能找百度，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是呢，百度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了，啊，因为百度呢想把这个东西再推出去，这个还是有一些小难度的啊。作为英语老师，我一直在克制给生活中的朋友纠正读音的倾向，否则会有劲的。其实真的是听得懂就完了，不用那么在意。哎，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出来纠正的，一般都是那个英语水平也未必有多好的人。我等一般人说英语，口音是无法避免的啊，对方能听懂，能听懂对方，达到沟通目的，我认为就可以了。咱又不像塔主这样有英语老师的这个工作需要，对啊。我自己也有口音啊，有时候也会碰见给我纠正读音的，我就直接删评论，然后该干嘛啥干啥。哎，这个我倒不至于，因为我不介意别人指正我，我知道我读的不好。啊，第一年推出 FSD，第二年火花乘客，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讲这种事儿了，来晚了损失10个亿，是吧？好吧，这个我就有口音了，怎么着？吃你家大米了？哎，我觉得中国人呢，有的时候很矫情。我记得那时候去硅谷啊，然后呢跟 LinkedIn 的人聊天，他们就跟我讲说什么呢？说这个印度人跟中国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印度人的口音其实通常要比中国人大，特别是到硅谷工作的这些人。但是呢，这个印度人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就会义无反顾地打入白人圈，然后跟白人进行社交，然后跟白人出去玩，跟白人去喝酒去聊天。然后中国人呢，就老觉得说，哎，我的口音好像不太正啊，说的是不是会被人嘲笑？所以呢，他们就
这个除了上班必须要说的话，他就说；不需要的说的话，他尽量不说。然后一旦下班了以后，就开始进行华人社交，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像这个各大 IT 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啊，就很少有华人啊，因为你跟他们的社交是不在一起的。他说，其实大家在一块儿开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以中国人这个英语老师的这个标准来判断啊，印度人那口音肯定是完全没法听的嘛。就是中国人可能会有些小毛病，但基本上差的不大。好，再往后啊，这个是日本错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条呢，有人说了，说不懂为什么说日本错过了互联网，谈论一个话题不应该先论证话题本身吗？日本人常用的 APP 里边，日本软件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啊，比如社交有 Line，然后购物有乐天，这个移动支付有 PayPay，然后呢，看新闻是雅虎日本，这个看影视漫画有一众的日本本土视频软件，这自给率已经比很多国家高了。无非就是日本的公司没有达到中美的体量，这也还是由于每个国家本身的体量决定的。要求必须达到中美体量才叫跟上互联网时代，可能不完全合理。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叫跟上互联网时代。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的体量大，并不是只吃了美国的用户，而是吃了全球的用户，包括刚才这位朋友讲的雅虎日本，对吧？那也是从美国来的。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长得大，也不仅仅是吃了中国的用户，也是吃了全球的用户，对吧？而且，互联网公司真正什么叫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我提供了服务，我收了钱叫互联网公司啊。这个其实我反复强调过，互联网公司跟软件公司有一个特别本质的区别，软件公司是拿服务换钱的，而互联网公司是通过进行流量绑架去抢劫的，对吧？干这个事情的必须要达到垄断，对吧？日本是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到日本我也问我说你们用什么移动支付啊？他说有 PayPay，还有好多其他的，你达不到垄断，对吧？你就没法进行流量分配，你就不能进行以流量绑架为基础的抢劫，你就没赶上互联网时代，对吧？我希望这个事情呢能跟他讲明白，不是说你有互联网用，给你做互联网服务的是日本公司，日本人就赶上互联网时代了，他没赶上，真的错过了。印度人、新加坡人、东南亚人口音其实都很重，更不要说舌头绕圈的东欧人说英语了。哎，我这个倒是不同意啊，因为我见过的东欧人说英语，包括法国人说英语，我觉得都挺字正腔圆的。就是因为你给我个英国人，他说的英语，我觉得会更难懂一点儿因为我虽然英语很烂但是这个有时候还会刷个美剧，所以给我英国英语会费点劲。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去法国出过差嘛，然后那个感觉他们的英语还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然后东欧人的话，我们是跟这个比如说白俄罗斯人什么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因为感觉还好感觉还好。但是中东人的那个确实是这个不行。其实全世界说英语都有各自的口音，多样化，对，就是中国人想不开，是这样的。我觉得口音真正影响听的呢，抱歉是日本人。怎么搞的我？就日本英语那个口音真的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哪儿都听不懂。我觉得中国人觉得中国人比印度人标准，是因为对一些张嘴程度等常见发音错误过于习惯了，甚至自己有点认知偏差。我曾经说
egg 啊，白人听不懂啊，因为 E 的张嘴太大了啊，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这种感受了。嗯，按照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中国人说英语呢，可能更像是，比如说天津话，对吧？然后呢，印度人说英语估计更像上海话，而这个比如说白人说的英语或者美国人说的英语可能是普通话，对吧？这个就是天津人会觉得说，哎，我虽然有点荒腔走板啊，有点天津口音，但是呢，相互之间沟通是没有障碍的。而这个上海人呢，这个你找个上海人说上海话的人到我面前来，我肯定是一个字儿都听不懂啊，可能比英语的那个听力还差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就是上海人勇敢的上去说了，对吧？然后这个天津人，然后觉得稍微有些羞涩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前在麦克费最头疼的就是跟老印开会，真听不懂。是的，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有好多教编程的都是印度人，啊，那就完全不行。他不张嘴说话，我有时候那个还看一看，只要张嘴说话，那节目就不看了。我还听过朝鲜人说英语的，完全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例，朝鲜人肯定也有说得好的。刚才说的 horizon 的读音嘛，常见的英文单词还是应该读对，不是口音问题，而是读音，你的英文读法不错，呃，读法不错，只是个别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就是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的。日本电脑 computer，对，是这样的。日本其实有一个产业是符合各种互联网产业指标的，就是漫画各种快速迭代，不行就直接腰斩式。日本漫画确实是有这样的，而且但是日本漫画后来也被中国人又学去了，比它速度更快。我作为码农的入门教材是 MSDN，这个你真强啊，你这个真强。这个起码书面干活的词儿还是拿下了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啊，死的记忆又开始攻击我了。只要你同时会英语和日语的话，就能听懂日本人的英语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小难度的。这个罗杰叔叔的亚洲音多性感啊！罗杰叔叔是哪里啊？感谢打赏，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五一还来看我们节目，还来打赏啊！感谢感谢。日本电脑读，这个我们就不那个什么了啊，这个就不念这个了。五一没出去，对，五一在家待着呢。好，我们继续这个山姆奥特曼的斯坦福演讲，说希望奥特曼不是吹牛啊，按他的说法，可能内部 GPT-5早训练完了，GPT-6也进展不错，只是要看社会的接受度。那大模型迭代真的很恐怖，希望 GPT-5赶快出，GPT-4已经不够玩了。这个事情呢，GPT-5训练完了这件事儿肯定是早早就训练完了。像 GPT-4，它训练完了以后，大概是调了可能1年多才跟大家见面，对吧？GPT 3.5大概调了也有快1年才跟大家见面，所以 GPT-5现在一定是训练完了，只是在做最后的测试和调整，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GPT-6，已经开始训练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应有之义了。对吧？至于说 GPT-5到底什么时候出，这个我觉得反正大家一起挤，然后让他把牙膏挤出来就完事儿了啊，这个稍微耐心就好了。再往后啊，这个努力赚钱，然后烧钱，这个的确不是商业模式，更像是兴趣爱好。而如果这个爱好能够建设社会，这的确不是商业模式，更像是政府收税。基建在免费开放给市民使用，这家伙也逾越了吗？首先第一个讲错了啊，这个不是说努力赚钱然后烧钱，
他是努力找钱，那个钱不是他赚回来的，都是人家投资投给他的，对吧？甚至有一些是捐给他的。所以这个确确实实不是商业模式啊。如果努力赚钱，然后再烧钱，谁呀是这么干的呢？比如说 TikTok 就是这么干的啊，然后这个 Timo 也是这么干的，中国游戏公司都是这么干的。我赚1块钱，我可以烧9毛9出去，对吧？剩1分钱我留着就可以了啊，这是中国公司的玩法。甚至我赚1块钱，我可以烧10块钱啊，但这10块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未来可能半年的时候再慢慢的再挣回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一边找钱啊，一边四处融资，一边烧这个呢，有点像政府。但是这个事儿，你说它逾越了吗？啊，还是不能算啊，不能算。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讲过这个话，未来我们要给所有人发钱，对吧？我们要成为基础设施。这个山猫奥特曼有可能是按照政府的架构在做 OpenAI 啊，所以这个朋友这个评论呢，我觉得是看到了这件事情的部分本质，啊，就是他就是想做政府啊，他就不想跟你做这个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我就做了政府，然后收税，收完税以后，然后再跟大家发啊，他就是想干这事儿。再往后啊，这个微软的 Word、Windows 的盗版，现在微信、QQ，好用且免费，弄得市占率很高，其他对手也只能搞其他赛道，差异化竞争。不知道山猫奥特曼是否以此找钱啊？全当自己猜测。啊，首先讲的是，Word 和 Windows，微软并没惦记去开盗版，是吧？盗版是人家也不乐意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盗版了啊，这个确实是占领了市场。但是微软呢，在这个过程中是纯亏钱的，因为少卖一套，它就少拿一份钱嘛。那么现在微信和 QQ 呢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按刚才我们说互联网公司的方式，我抢劫你啊，我捆绑你、绑架你，然后抢劫你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占领市场，然后去进行流量分配。但是山姆奥特曼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他肯定也是通过跑得飞快啊，通过这个产品比别人强很多，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我去把这个叫做什么呢？把这个市场占住，然后至于说再怎么挣钱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没想明白啊，他可能想明白了，但是我还没猜透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美谈崩，只能看洪水慢慢淹没嘛。中美没谈崩啊，现在不是在越谈越好嘛，还把这个马斯克拎来涮了一圈对吧？现在我们正在慢慢的向他们表现。晚上好，晚上好，感谢打赏。这个 $A 是那个什么是吧？是澳币，我记得是。五一快乐。罗杰叔叔是马来西亚网红啊，已点评啊，这个不知道，那我就没听说过了。有机会在会员频道聊一下陈天桥嘛？这个关键是这样，就是我跟陈天桥没打过交道，就是我算是见过本人，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跟他去有过特别深的这种沟通，所以呢，没法聊这事儿，就不是特别了解他，对吧？这个事儿就不太容易啊。但是会员频道呢，可以再去讲一些其他东西了。中国人的英语口音是层级代表的符号，是中国人自己之间比较的工具。实际英语母语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我有很多女生学生，好害怕在其他中国女生面前说话。去国外1秒都治愈了，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怕被这个嘲笑，你说不好就觉得你好像是穷似的啊。感谢打赏，感谢打赏。NT 应该是新台币啊，这看来这是一位台湾的朋友。昨天还去跟这个Richard 强啊，就是 Open 强去聊天去，那是个台湾人啊，我看看我们聊了有49分钟了啊，可以讲一点这个不能讲的事儿了。这个他碰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这2天呢，他父母在大陆旅游，然后呢去天安门参观啊，想去看一看，然后呢过安检啊，发现呢他们这个
就是随身行李里带的有那个这个叫做纸巾啊，纸巾包，然后纸巾包呢印的是呃赵少康和这个叫什么侯友谊的那个竞选的那个发的纸巾包，他们就揣兜里就来了，然后呢就当场就被扣在天安门广场那个一开始安检那地儿了，然后说这玩意儿不知道该咋办了，说你们怎么可以带这样的东西进来？他说那就是一个纸巾包呗，说我不要了行不行？说不行啊，这个我们要请示一下。然后他说一路上呢，他说倒也没有人对他们横眉冷对，或者对他们怎么样，倒也没有，就是反正不让你走。然后那个叫什么，等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领导，然后呢，这个也是跟他们这个和颜悦色的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最后把那个纸巾包扔了，对吧？然后这个才去这个最后才去允许他们进去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所有从台湾带到大陆来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赶快都扔掉啊！这个如果这个台湾朋友到大陆来玩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我知道你们可能在台湾，比如说他们做大选的时候，你们就随手领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有的可能代表你的政治倾向，有的可能也不代表，对吧？但是呢，到这边来呢，这个会给自己和这些安检人员带来很多麻烦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Uncle Roger 是英国华裔网红阿姨，英语说脱口秀的啊，以马来西亚是英语口音为卖点，好吧？这个那个是 Steven 和啊，我看你们还在去研究这个什么，这边三毛奥特曼这条啊，我就没有看到，我没有选择过滤过，难道油管对我屏蔽了？不可能啊！这条肯定是在的呀，这是公众频道的，你再翻一翻。这个喜剧圈有好多人故意用口音的，下台之后一口标准的英语，还有一个女演员，日本的Yumi 啊，好像是故意装日本口音。不，她在美国混或者什么，她肯定是能够说的很正常的啊，说的很标准的。话说最近脱口秀好像有缓儿，李诞手下的那些人又出来了。最近呢，确实是有缓儿。你们不知道遥遥领先被下课了吗？这个优秀还在加班，也不算加班了，我现在就是自己卷自己呗。其实只是有些中国人自己在乎，换个位置，外国人中文说不好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人去苛求，是这样的，就是对自己苛求嘛。玩互联网就是烧钱啊，就连那些做盗版书的，都是拿70%的投流量，新书刚发布，盗版就上架，都是基操，有的甚至把盗版书卖的比正版还贵，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奇景。哎呀，这个我告诉你，烧钱这件事你只要最后挣出来的就不叫烧钱啊！我烧了10块，最后挣出10.01块来，这都不叫烧钱，对吧？你最后说，哎，我彻底就没挣回来，才叫烧钱呢。这个在台湾到处都有的东西，但是政治不敏感，在中国真的够呛。是的，你说你揣一大堆这玩意儿跑到北京，你来干嘛来，是吧？还要去天安门参观，你到底想干嘛，对吧？短视频经常看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孩子什么吃饭不能怎么样的，干什么不能怎么样的，都是不能这不能那啊。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糟粕。老外教育孩子总说你好棒，你好棒啊，这个相比较而言，完全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中国确实有点挫折教育啊，这没办法啊。据传7月1号以后，外国人入境要检查电脑、手机，这是真的吗？我觉得不会。现在中国整个的状态还是说我们要整个开出来，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最近其实在街上老外多起来了上海其实包括北京很多地方老外都多起来了。国内有很多在俄乌之间明显针对俄罗斯立场的人，这是受官方舆论影响的结果。看了感觉莫名其妙啊，这个很正常。官方愿意去引导，那他们就去做呗。点评一下汉服和马面裙吧。
这个首先我自己从来没穿过啊，这个对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马面裙我更不可能穿过，对吧？这个我对这个事儿基本上无感啊。咱们是讲 IT 啊，这个不要讲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再往后啊，是这个问界 M7追尾事故，说闺蜜要去买遥遥领先，劝不住。这个事故我第一时间转发给他，他说哪里有电车不出事儿了？在这点上呢，咱们要讲啊，这个有人愿意去买的，千万别拦着啊。这个，那他乐意，你咋办呢？对吧？你劝了他半天，他还觉得你不爱国。然后第二个呢，是这样，就是甭管汽油车还是电动车都有出事儿的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想清楚，不是说因为它是遥遥领出事儿了，我从来不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啊，哪儿都有出事儿的啊。然后呢，任何一个车你撞上以后起火或者出现什么这个问题，都有可能啊，就是概率大概率小的问题啊。那你说遥遥领先这个事儿，它就概率大一些吗？这个也不好说啊。在这个里边，真正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什么？是控评，对吧？你出了事儿了以后，你不让说，你出了事儿以后，你自己说我的这个服务器记录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以我为准，这个事儿是比较过分的啊。你说汽油车在街上跑这么多，哪天不出事儿？不要说哪辆车没出事儿，哪天不出事儿？天天出事儿，对吧？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但一出了事儿，大家该怎么办怎么办呗，对吧？到你这儿好出了事儿了以后啊，这个现在这个死难者的这个家属已经出来道歉了，说对不起，我实在是那个什么，对吧？我不说了，然后那个你们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对吧？他已经变成这样了，对吧？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对吧？出了事儿了，他连喊冤都不能喊，对吧？连追究责任都不能追究啊，这个才是真正让人觉得讨厌的事情。从国内所有的电动车来说，没准华为还算做得好的，对吧？但是只有它是不能说的啊，这个事儿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再往后啊，关于自动解锁，如果安全气囊没有发生弹出，啊，汽车计算机就会认为没有发生事故，也就不会解锁了。这个解释合理吧？但是问题呢，它这个地方就很矛盾，矛盾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说安全气囊弹出了，对吧？按道理说应该是自动解锁，而且呢，自动解锁这件事儿呢，还是有国家标准的，对吧？我记得我是放了这个视频以后，就有人在Discord 群里提醒我说这事儿有国家标准。但是这个事情呢特别有意思，他们呢去比较了问界 M7的老版本和新版本的汽车手册。在老版本的汽车手册上呢，它已经明确的写了，说我这个是可以自动解锁的。但是在新版本的这个手册上呢，把这一块专门进行了模糊处理，就是说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不做，哪些情况下不做自动解锁是合理的。他写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进去，对吧？然后做自动解锁这个斩钉截铁的说我会自动解锁这件事他就没写。所以呢，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的叫做手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呢，它变成了一种叫做逃避责任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啊，如果它这个车符合国标的话，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安全气囊弹出了，那么就应该自动解锁。如果按照大家看到的，车没打开啊，自动解锁没做，那么就是安全气囊没弹出来啊，这两个东西应该是一起干活的啊。所以你说我安全气囊弹出了，但是自动解锁没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同一个电脑，同一套弱电线路去控制的啊，应该是在一起的啊。那么反正它这个里头就是各种矛盾的地方很多吧。再往后啊，是过度宣传智驾的一个结果吗？是的，咱们国内的各种智驾其实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智驾所需要的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标准啊。但是呢，现在又宣传的很厉害，啊，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智驾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强了，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它因为加了这些智驾，让你去买这个车。有了更多的卖点，因为这些东西在汽油车上没有，对吧？所以我们就要去买这个车。但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起作用啊！我在做这条视频的时候也反复跟大家讲了说，
智能驾驶或者所有的这些辅助的智能驾驶系统，都是在降低概率的啊，不是说它一定会起作用的。好啊，再往后，发动机应该不会烧起来啊，应该是输油管还是这个线路短路的问题吧？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是对的啊，因为有人呢出了事情以后就去拆了这个问界 M7的车，它的输油管，特别在前头这个输油管的排列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暴露，而且呢就是确实缺乏防护的一个排列方式，在发生这种剧烈碰撞的时候，它的输油管会直接断裂。啊，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缺陷啊，就是它的发动机在前面，它整个的输油管在进行剧烈碰撞的时候呢，这个缺乏保护啊，这个是已经有人拆了车以后得出结论了。啊，再往后啊，这个是有一位粉红啊，就特别喜欢华为的人给我留了一个言啊，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拎出来给大家晒一晒。说女主人家的小舅子家里都有啊，就女主人家里和小舅子家里都有 M7，晒的订单不是出事的 M7，出事的是智驾，订单是另一个高配的这个 M7 Max 啊，出事的是 M7 Plus。然后问界的声明里边根本就没有提到 AEB 是谁家的，也没有提及博士这两个字，说博士是一些博主老范事实核查没做好，安全气囊那个出事的视频前面有白色气囊，后面没有看到，可能是前面谈了，后面以及侧气囊啊这个视频不清晰，可能开的啊可能没有啊。这位朋友呢就非常非常喜欢华为。然后在所有黑华为的下面都留了评论，然后还跟很多人怼起来了。啊，首先我要讲说，如果这个家里真的有2辆问界 M7，然后1辆 Plus，一辆 Max 的话，那我估计他们真的是有可能是什么呢？是这个家里是体制内的啊。但是我不认为啊，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家庭里有2辆，然后出了事儿以后，这个人会去晒错订单，对吧？我家里头啊，弟弟这个老公儿子都这个烧死了，啊，烧成焦炭，然后我晒订单能晒错这件事儿，你觉得你信啊？这个事儿我是不信的。然后另外一个关于智驾到底是谁家的事情，我来告诉你一下，谁叫没有做好事实核查。有人已经完全看了，说这个在头一天由华为自己发出的这个信里头，上面就写的是博士的啊，然后到第2天他修改了那个文章，然后博士2个字去了，这就是他的控评的力量。然后就有这种二叉这种傻蛋，然后上来说啊，你还没有做好事实核查。我告诉你，我是从头到尾看下来的，对吧？然后请你自己做好事实核查再出来说。至于说视频里边的所谓白色气囊，谁也看不清楚，因为大量的视频都被删掉了，对吧？根本就看不到。后边敲碎了玻璃都没有看到任何气囊，我不知道他那个车是不是应该有侧气囊或者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但反正是没有看到。前面整个烧的乌漆嘛黑的，我不知道你看的哪个视频有啊？我估计那种视频你现在发都发不出来，是吧？这就叫控评的力量啊！然后你居然还就信，信完了以后你还信誓旦旦跑这来纠正我，对吧？所以这种人我就一定要把他拎出来晒一晒，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在其他的地方，你甭管是同意我的观点也好，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好，但是我觉得你这么相信华为控评以后的结果，然后还信誓旦旦出来跟大家怼，对吧？你真的。你到底是这个哪根筋搭错了，或者你告诉我你是华为公关的人，我就认了，对吧？这个如果你不是华为公关的人，或者你家里头没有买华为的车，你何必呢？对吧？把自己的脑子洗成这样，对吧？有任何意义没有？啊，这几个事情我是不是都说明白了？啊，再往后啊，这个现在很多电车都是触摸式开门啊，钥匙没用过，啊，真不知道怎么开啊。这个是我其实是在很多的车上，别说触摸式开门，就我上次是碰到谁家的车，他那个车的车门的那个后门的把手是在一个很怪的地方，就是你没见过那车，你都不知道怎么抠它，对吧？这个所以我说应该出一些强制国标，
对吧？你不能说我到那儿去救援了，这车我一定见过，这个事儿是要求太高了啊。所以干脆大家就不要在这上标新立异了啊，这个太危险了。啊，再往后啊，是丰田混动发展很多年，也没出现过这种大事故，不是混动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这个东西不是混动车，它这个东西叫增程车啊。然后呢，增程车跟混动车是不一样的，混动车是，我在没有电的时候，我是用汽油机直接往前跑的，而增程车呢，那个汽油机只干一件事儿，就是发电，它其他它是不干的，就是它，只做这个。而且这个混动车呢，它一般那个电池都很小，它大概完全纯电的时候大概能跑50公里，而像这种增程车，它的这个电池是很大的，它这个没有电的就是充满电是可以跑200公里的，就是完全用电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丰田做了多少年车了？它一年产1000万辆车，对吧？它设计这个发动机的时候，会把这个输油管设计的那么靠前啊，设计的那么没有防护吗？它不会干这个事儿，对吧？那么这个赛力斯他就干了，对吧？或者说赛力斯在华为的监督下他就干了这个事儿，你是没法说的啊。再往后啊是这个丰田雷凌双擎2016款车，速度跑起来不会自动锁车的，如果你手动锁车了，在急刹车的时候会自动解锁亮双闪，这个驾驶员那个门无论是否锁车，都可以从内侧打开啊。这个其实大部分的车都是无论是否锁车，驾驶员那边都是可以从内侧打开的啊。这个亮双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标记点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车没有双闪没亮，就是它撞了车以后，因为有视频嘛，双闪没亮的话，那么它的气囊，它的所有的这个，它等于是同一套电路来控制的，对吧？那么他说我就光弹了气囊了，然后我双闪没亮，我的后门解锁没开，这个呢就属于是这个反正是比较强词夺理的一种说法吧。我看看啊。马面群这儿怎么看 BNCZ 的赵长鹏只判了4个月？哎呀，这个第一个呢，我对于币安的事儿并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呢，我相信他自己手里有很多钱啊，然后请的律师也都是最好的，一定是给他争取了最优的处理结果啊。那么4个月呢，他就进去待呗，他反正也愿意待。那么做完4个月以后，他又是一个首富，对吧？可以让视频号不给你推荐那些某些内容，在转发按钮里有一个不感兴趣的选项啊。认为 FSD 可以落地中国吗？我觉得会啊，而且会很快。这个国产车的态度我是这样的：第一年、第二年千万别买，让它迭代2年后再买。我买蔚来就是这样，之前都自燃，迭代2年后还是很香的。没有啊，我记得蔚来是哪年出的来着？2017年，好像是17年、18年出的蔚来吧。然后到19年还在自燃呢。19年好像是在上海浦东机场有一个蔚来 EC6就直接着了，就着还是会着的。因为中国是这样的，就是你别的车呢是迭代几年以后的这个车型就稳定了，中国是每年出新车型，对吧？所以它都是新的。啊，我突然想起《致命魔术》了，里边那个古彩戏法变鱼缸那个中国人，平时也通过装跛来这个掩盖自己的魔术手法，为了饭碗表演与日常相悖的另一种风格，也是正常的啊。是，新能源汽车会不会也产业转移到印度？印度肯定希望你去啊，但是它印度没有这么大市场。现在我为印度人去买 iPhone 这件事儿呢，已经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你让印度去买电动车这个事儿，还是买比亚迪吧。起火概率电动车明显高于油车。是的，
因为它多一块起火的东西嘛。这个而且你底下那么大的一块电池，对吧？它没法弄的。还好比亚迪没有那么强势，现在网约车恨不得有一半都是比亚迪，比亚迪也挺强势的，比亚迪控屏也挺强的啊。我的车 L2 辅助驾驶上高速都经常用，前面有车超过我设定的跟车距离就会自动减速。这个，哎，它这个现在没法说它到底当时有没有采用自动驾驶，它那个车好像没有自动驾驶，但是我现在搞不清它到底是 Plus 还是 Max 啊。我自己都没穿过，估计看了这个频道，很少，可能很少有人穿。你这不是埋汰我吗？凭什么看我频道的人就不穿这些衣服的？比亚迪是为了占领这个级别的市场79800的冠军秦，基本上也没有多少盈利空间了。是的，不算卷王。这个听了那些电动车的视频啊，紧紧抱住我那个7岁的油车。是的，我的油车也是7岁了，所以我准备继续开下去。安全气囊是外构件，安全气囊没弹出来，责任不一定是遥遥领先的，但门锁没解开，一定是归遥遥领先的。具体分析比较复杂，找个时间聊吧。这个，但是这个我觉得，哎，算了，他现在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法说了，对吧？虽然国内还在讲这个事情，但是呢，大家都没有一手资料，现在一手资料被这个遥遥领先彻底摁住了。问汉服原因是莫名其妙的又似乎流行起来了。其实倒也没什么了，就是你要觉得穿着舒服你就穿啊，这个我倒是觉得有些汉服可能设计的还挺舒服的。呃，拎华为粉出来，我的精神就更好了。哎呀，这个也没什么。把甩锅的责任甩锅给别人，双重甩锅。是的，这个我第一个不喜欢的公司是华为，第二个是比亚迪。华为是因为它的股权设计底层逻辑跟它的企业发展风格是互斥的，它以全民持股，尽管是干股，调动全员的这个工业做积极性，但又太分散的股权结构来推动企业发展时，看不清楚企业的位置，导致华为在企业扩张时侵略性是行为时与上下游整个产业链的贡献是不匹配的。这也是美国制裁的底层商业逻辑之一。地缘政治当然也有另论啊，专利法审查有句话叫申请保护项与预期贡献不匹配啊，也是这个道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美国人处罚他的最核心原因还是他向伊朗卖东西嘛，就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啊，我们不能这个以莫须有的原因去处罚什么人的啊。但是你看华为这股权结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全过程民主啊？我觉得不是混动还是增程的问题，是安全成本的问题。它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设计有缺陷啊，它肯定设计是有缺陷的，但是它又不能承认这件事啊，因为一旦设计承认的话，你就必须召回重新设计，那这个事儿它麻烦大了。有些东西还是符合常识一些，比如开门的把手，有好多次坐滴滴要下车的时候，路上我找不到把手，我也碰到过好几次啊，这个是很多的。粉红的主要特点是自卑，哎，是在加拿大法庭上签署认定协议才能回国的，实现基础上，为长公主叫冤的韭菜还一堆一堆的啊，随他去吧。是，老实说，时速100多公里撞下去，只坏车头啊，还是有点不科学的。应该还是有减速的，所以它这个是矛盾很多。就是呢，它呢是侧面，它实际上是这个车呢是侧面钻到人家车底下去了。这个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国内所有的做测评的车主都不敢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任何车你只要敢钻到那下边去，基本上都是废。因为那个货车底下是有一根特别壮的特别厚的那个防撞梁的。因为小轿车只要钻到下头，你的 A 柱、你的所有的这些设备或者这种支撑件你根本就扛不住。
现在呢也完全没有看到另外一侧，就是真正跟那个洒水车发生碰撞那一侧的 A 柱长成什么样了，对吧？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撞完了以后，司机就直接没了，对吧？它 A 柱肯定是断掉了。然后另外就是在没有发生碰撞这一侧呢，它那个 A 柱是完整的，A 柱、B 柱、C 柱都是完整的，然后连变形都没有变，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应该可以开门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就是你按道理说110公里的话，前面那个车应该直接铲飞出去，对吧？你前面那个车其实并没有那么重，地上好像也没有水。很多人说，哎，你到底有没有水啊？不知道啊。如果那个车上也没有那么多水，你正的撞在上面，然后前面车其实没有那么大损害，这司机还下来去救助，还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车有那么快。但是呢，他又要说，哎，这个车是超过100公里的，因为你如果不超过100公里的话，你的 AEB 应该起作用，对吧？所以它这个里头矛盾非常多，然后这个就没法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再支持遥遥领先啊，也不能免单，精神股东也未免太入戏了啊。这个但有些人他就希望想支持一下怎么办呢？今天在推上看到了一个截图，说坚决不买电动车，买也要买特斯拉，如果有三长两短，全网还能帮着他一起声讨。特斯拉其实发生一些碰撞事故以后呢，还是存活率很高的啊。我在这个评论里看到一条说什么呢？说这个灭口了啊，让这个所有的这个车上人一个都没活下来啊，这个华为就可以说什么是什么了。然后下边就有人去提醒他说，这个人家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这么去说这话不太合适啊。确实如此，确实不太合适。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特斯拉发生很多重大事故了以后，他可能把别人撞死了，但是司机都活下来了，都在那信誓旦旦的讲我真的踩刹车了啊，只是你刹车失灵了，对吧？就这一件事儿，你就知道特斯拉对于司机、对于整个车里面的人的保护有多么好，对吧？你按道理说就应该是把司机撞死，然后这个你就不用再上来跟我矫情说你到底是踩了刹车还是踩了油门，我直接拿后台数据给你看就完了。对吧？这么多特斯拉司机说，我真的是踩了刹车了，对吧？你就是刹车失灵了，所以这个事儿是从侧面表现了一下特斯拉还是这个很保护的很好的。这个看过了。这个现在市面上的汉服其实是古装剧的啊，古代并不存在明显风格的汉服，古代也有，但是现在的汉服呢肯定是改良过的。和老范一起过劳动节，对的，过度宣传造成了过度依赖。我看了一些 M7的碰撞测试视频，这个全系标配4气帘，视频里面破窗后没有看到后气帘，它这个事故撞击高度在引擎盖位置，应该是前舱启动电瓶撞破了，安全气帘和车门双闪灯应该是要启动电瓶供电。事故本身有争议，不一定是遥遥领先责任，但是遥遥领先在事故后的各种甩锅和舆论这个舆论的这个让人控制舆论让人感觉后怕，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大家这个有一些懂车的人呢，因为我肯定是不懂车嘛，我也不开电车。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头应该是有一个低压电瓶，或者说有一个正常的给车内供电的一个电瓶，就是那个东西压根儿就没工作。但是那个东西没工作的情况下，你这个前气囊到底开没开呢？反正现在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嘛，就是这个只能是遥遥领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嘛。YouTube 有其他人在分析新汉服和背后的意义，愿意看可以去搜索一下。对你这个问我这样的一个工程师程序员，这个有点过了我理解的安全成本是在设计上对安全方面的投入不足，也是设计缺陷，通过控评把这方面的这个缺陷掩盖住，也算是一种性质比较高的方式这就是害人，是这样。林志颖特斯拉烧了就存活了这个，但是特斯拉特斯拉好像应该也有烧死过的。国内基本不会宣传那次特斯拉从70多米从1号公路坠崖，
一家4口都生还，好像是说过，但是反正很快就过去了，差点忘了点赞，这怎么行？赶快点赞！林志颖好像还是专业赛车手，是的，支持遥遥领先的人是很多的，是的，只是我们反复的洗来洗去，应该越来越少了，在我这儿，有会去门店这个跪着磕头的，范总点名的那个人可能是这种人，不知道啊，这个，因为我觉得在我这儿反复去看节目的人，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理智的，对吧？这个不好说。日本人用的聊天工具 Line 是韩国货吧？好像是啊。一直不明白华为的公关能力是来自超能力还是有神秘力量啊？其实主要还是超能力了。至于神秘力量呢，也确实有一些玄学啊。这个于大嘴明升暗降了啊，他基本上就是降了，没什么好名声的。这个我看过一个科幻小说，说自动驾驶汽车的，里面模仿机器人3定律，并结合电车难题，定了机器人D0法则，优先保护车内成员。这个事儿呢，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科幻小说吧。于大嘴被开除了，没有开除啊，就是留着了，面子还是在的。这种人基本上算退休了。这次出事故的 M7是入门版，没有安装华为智行系统。他这个事儿挺怪，就是这个人一开始晒出来的订单是 Max，就是最高版。然后后来呢，华为说你这个东西是 Plus，然后他就同意了是 Plus，对吧？然后也没有说还有一辆或者那个车的牌子是什么，没有后续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愿意相信它是 Plus 呢，你就信反正我只能说存疑。1号公路坠崖是蓄意谋杀，我记得啊，我这个事儿具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确实掉下去了，还活着。我跟遥遥领先打交道20年，这个我实际内心比较反感他们。他们其实做的有些东西还可以啊，但是反正有些事儿是做的比较恶心。就像老范说的，现在问题并不在于事故责任认定在谁，而是在于不让评论和分析。理越辩越明啊，不让讨论就没法子了。是的，115时速撞上前车，乘客不死也差不多了。这个关键他当时有没有115这个事儿不知道。就是所有从华为放出来的消息我都存疑然后你们认为华为放出来的消息就是100%正确的人，这个呢还是这个我觉得你再稍微思考一下。再往后，马斯克忽悠的股价上涨这条，说问题是国产新势力这么多车厂，大家都还能撑多久呢？雷军最近接受访谈说，纯电车只有特斯拉是盈利的，小米算是其中亏的偏少的。这个事儿呢不好说啊，就是反正撑到最后把别人都熬死了，剩下的就是老大啊。这个中国互联网公司一直都是这么玩的，对吧？这个最后一定会有剩下的。小米呢，我觉得距离盈利呢也没有那么远。雷军那次访谈我也看了，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大概1年出货到20万辆就能盈利，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你盈不盈利，就是看你一个车型到底出多少辆，是不是说你总共卖多少，一年卖多少辆，就是你这一个车型一年卖多少辆如果你说我同时卖3个车型然后这个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就挺难的。现在理想其实已经盈利了这个因为理想就是卖的多嘛，它大概是卖到我估计应该到30万辆，理想应该到30万辆，对吧？但是它是3个车型还是几个车型一起在卖，到30万辆它也盈利了。像雷军的话，我估计以雷军的这种供应链控制能力，它可能卖到15万辆就能盈利这个，而且它现在只有一个车型，它盈利会更容易一些。而且从雷军的角度上说，他上下游产业链实际上好多都是他自己投资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他其实有时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其他地方会盈利的。我记得他是拎着比亚迪的老板去看他那个小米汽车，然后当时有这么一段，他说：“你看我这个激光雷达，小米那个苏7 Max 上是有激光雷达的嘛？”他说：“你看好看吧？说这么好看，对吧？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他很自豪、很骄傲这个事情。
然后呢，这个比亚迪的老板压根儿就看着就觉得很无感。对于比亚迪来说呢，他觉得这种细节不重要但是对于雷军来说，他觉得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重要我把这个做的好看了一点点，用户就会喜欢，就会去买，对吧？这就是互联网产品经理跟这个传统车企的这些大老板之间的差异。传统车企说，我性能做好，安全做好，然后这个大毛病没有，然后大家就来买车了，然后我再卖的便宜一点对于雷军来说，哎，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形稍微的改一改就可以提升购买的转换率，这就是互联网人的思维。然后呢，他还去讲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激光雷达都那么丑，只有我的好看吗？对吧？这个才是最神的。做激光雷达那公司是我投资的，我让他专门给我改了一款，对吧？他一开始他也不乐意，因为激光雷达那个都是标准件，你必须要在外边加一壳，都挺丑的我说不行，你必须给我改因为我投资了他我就让他改，他就给我改了。我定制了一款专门的激光雷达，只有小米速7上有，别人都没有，对吧？他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他对这个激光雷达造型的一个很独特的追求而且这个东西从现在的小米订单量来说，确确实实是达到目的了。小米现在锁了大概8万多辆，快9万辆了，它基本上已经把今年全年的产能都锁干净了，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你说所有这些细节它有效果吗？它有。然后通过什么方式起效果？它挨个投资。就是小米那个车上，你基本上能看得着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投资的，对吧？然后哪怕小米汽车没挣回来钱来，他那些企业一个一个去上市，上下游企业去上市，他也能把钱挣回来，对吧？最后割韭菜的钱呗。再往后这个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说实话，我买电车也还是优先传统国外车企，首选德系车，功能肯定不先进，但是很多安全的细节还是传统车企会注意到。我倒无所谓，我不觉得他们真的差那么多这个，包括特斯拉呀，包括这个小米速7什么的，我都觉得还行当然这个遥遥领先我肯定不会去买了，这个事儿肯定放心。有人送我都不去就像前面那位同号所说无论事故原因是什么，事后的公关控评才是最让人恐惧的。没有神秘力量的介入，华为也做不到这种程度但是现在这个神秘力量就在这点前面我讲老外的时候讲过就是你有了超国民待遇的时候，当你要倒霉的时候，你也会比别人更倒霉。我毕业时差点就去了遥遥领先，只是当时想回北京，不想去深圳，好吧。有人把华为的产品称为宗教产品，这个定义诠释了大多数华为粉丝的盲目崇拜。是的，去遥遥领先其实也没啥，毕竟大科技企业。对，明天节目嘉宾 Open 强就是华为的前华为员工。是的，他是个台湾人，前华为员工。其实我们对华为呢也没有那么大意见有人说我对华为有意见，其实呢没有华为做的很多产品我还是挺喜欢的。车算了，但是它手机什么还行，但是这个就是Mate 60、P70什么这些新的这些手机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但是前面的我还是用的。那我在这儿也在用华为手机，像我手里这个手机就是华为的，对吧？这个我也在用华为手机。但是呢，这个华为的现在的很多做法确实是让人觉得很烦。从 M60大卖，然后从中心利润反而大降，诠释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的，他就属于坑所有的人。咱们就事论事，对遥遥领先的产品，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优点。是我也是觉得这样，就是它确实有不值得买的，就是它贵，但是呢，他们家其实工艺什么做的还行，已经算不错了。华为是不能上市，一上市很多事儿都瞒不住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无所谓，中国上市公司瞒的事儿多去了。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句话描述的就是遥遥领先。是这样的，他们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有供应链的厂商其实苦不堪言。我们给他们的结论是克大欺店，他们是所有人都欺但是我觉得后边可能会有问题，会有变化了。遥遥领先早就劣迹斑斑了，当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是全员解除劳动合同，再重新签订，还有996过劳死。
卖美国电脑给伊朗啊，这个他们反正干的事儿多去了。去辽遥领先讲过课，他们的基层员工其实都是很实在的。这个我也去遥遥领先讲过课，这个而且很努力，很愿意学习，但对企业文化实在是不感冒。是的，他其实早几年还行啊，现在差点确实很勤奋。哎呀，美艺还上来，华为以前做的挺优秀啊，这个但是现在反正这几年是有点跑偏了。华为的基本盘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中偏下群众啊，体制内员工和凤凰理工男，好吧。感谢打赏啊，这是港币。这个华为新出了12000的笔记本，真的是牛，硬件用苹果甩苹果一大截，可惜系统是 Windows 啊，我从来不觉得它12000的笔记本牛，对吧？现在那个笔记本被国内所有做笔记本评测都快骂死了，对吧？你这么贵的机器配置这么烂，对吧？你也好意思出来卖，对吧？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想去舔它的人之外，是不会有人去买这玩意儿的。然后呢，大家都不敢说，因为你一旦敢说那个笔记本不好，然后那个视频马上就不降了。这个现在反正华为也算是一个缩影吧。好啊，我们还有几条啊，这个马斯克窜访北京，不一定是全世界了，但是开始肯定是中国国内交通大升级，所有车辆，轿车、公交车、货车全面 FSD 信号系统，交通规则升级和国际接轨，然后就是出口给非制造业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最后是非洲、东南亚、南北，最终农村包围城市，拿下全世界。这个讲的是中国汽车挂上 FSD 以后出海的事情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FSD 出海这件事呢，大家要看另外一条视频，就是我前面讲这个，特斯拉怎么在马斯克忽悠下，然后股价快速上升那条视频。这条视频上讲的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抱歉啊，马斯克准备对汽车生产进行升级啊，叫 Unbox 模式。所以他其实已经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什么问题？怎么把中国产能运用起来，又怎么绕过全世界对中国产汽车的这种限制？这个事儿他已经想清楚了。他会让中国大量的配件厂把东西生产好，然后装进集装箱，拉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然后在任何的这个国家的工厂里边进行大的组装就完了，对吧？他可能以后会想干这样的事情。甚至拉着比亚迪去墨西哥，拉着大量的特斯拉供应企业去，中东、去印度、去墨西哥、去所有这些国家，对吧？到最后你说这东西是中国车吗？不是啊，我的零部件是在墨西哥生产的，有一部分可能是从中国运来的，然后最后的组装是在墨西哥组装的，那这不就是墨西哥汽车吗？对吧？他可能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到最后你说我既然都已经把这个整个的链条都跑通了。那最后这个车也不叫特斯拉，它叫比亚迪，或者叫一个别的什么什么牌子。还有人给我去回说，这个英国从来没有人买中国车这不可能的啊！这个有人很骄傲的跟我讲这个话。我说比亚迪就在英国有4个销售中心，他如果一辆都卖不出去的话，他为什么放这玩意儿呢？对吧？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中国车是收购了欧洲品牌，然后在中国大陆生产完了以后，用欧洲品牌拿回去卖去。对吧？这个你看得出来吗？Lotus 是不是英国品牌啊？对吧？Lotus 是被吉利收购了呀，对吧？你以后你去买 Lotus 的汽车，那就是吉利的呀，对吧？所以这个千万不要给我打保票说哪个地方不买中国车啊！你以后你们买的很多车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它是中国造的但是它的大量的核心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这可能才是未来。这个再往后说老范最大的问题在百度或者国内训练的话，那么 FSD 的软件代码，那不还是遥遥领先超烂了？
它呢最后肯定是这样，就跟现在 Llama 一样，Meta 的 Llama 大模型一样，就是 Llama 1出来，然后大家疯狂的这个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一遍，然后 Llama 2出来，大家又干了一遍，然后等 Llama 3出来以后，大家再接着往前干，它虽然就是这样，就是以后 FSD 可能像 Llama 那样，对吧？就是它定期升级它的叫基础模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FSD 是一个完整的，就是 FSD 它是这样，就是它有软件、有硬件、有完整的一套系统，但是 FSD 的核心是什么？FSD 的核心是大模型，对吧？是一个已经训练好的大模型，那么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做微调就行了。再往后啊，马斯克窜访北京，这个民主党和马斯克矛盾那么大，布林肯怎么会提马斯克呢？连美国自己的政府电动车方面的活动都不邀请马斯克，那其实也挺好的呀。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跟马斯克不对付，那我们就专门把马斯克叫来，然后恶心恶心你，这不是也挺好的吗？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啊。然后啊，坐标上海30号接到通知，所有特斯拉可以进来，部分车型和年限啊，这个也是上海啊，这也就是上海。为什么呢？就是上面有这个消息下来，下面马上执行。你想上海有几个特点啊？第一是最守规矩的啊，最讲规矩的一个地方。原来啊，散人老讲这是天花板嘛。第二，这是特斯拉的老家，对吧？上海工厂就在这儿啊。这个上海从上到下，市政府什么的都是要给特斯拉工厂开绿灯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官帽子的根本，对吧？第三，李强原来是上海市委书记，然后他引进的项目，然后他拍的板做的事情，那下边人如果上海的不给面子，这事儿就这个太不拿总理当回事了，对吧？这事儿肯定不行的，所以上海是 OK 的。因为现在呢，我今天刷抖音的时候发现，大量的特斯拉车主在开着特斯拉四处去闯关啊，原来不让进的地方我要去试一试，绝大部分人都被拦下了，说这个放开了呀，说谁说放开了的？说昨天有通知啊，我没听说呀，我不知道啊，上面没有通知我呀，这个就是不能进啊，对吧？这个反正就不行，对吧？现在绝大部分特斯拉车主依然被拦在门外啊，而且就算是上海说这个接到通知，你开着车四处去转一转，原来不让你进去的地方，你现在让不让你进去？啊，这个可能还要两说。所以呢，在中国真的是，你看最上面那个人说什么是没用的，你看第二个人说什么也没用，还是要看县管的这个人，比如说就是下边这保安说我就不让你进去，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对吧？所以如果说，哎，我是特斯拉车主，我开车去哪个高速进哪个机场，然后你不让我进了，对吧？造成的损失能够让这哥们儿丢工作啊，那这个事儿才有用啊。或者说，这个他不让我进啊，然后呢，我造成的损失他无所谓啊，那这个事儿就相当于是一张废纸。好啊，我们的网上的读完了啊，开始来看评论上的窜访，是的，求问闲置笔记本怎么处理？你要在国内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一下把那名字忘了。就是国内有那么多做二手回收的呢，对吧？卖卖，然后那个挺多的呢，可以考虑给苹果回收，千万不要给苹果回收啊，因为苹果回收给的钱特别少，苹果都建议出去找那个这种其他的地方去回收去啊。我有一次是到苹果去换购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说我有个旧的 iPad 啊，我说我有 iPad，我想在你那儿以旧换新行不行？然后那个苹果员工就告诉我说：“你别在我这儿以旧换新了，你把这个买个新的，然后把你那个旧的到外边去卖去吧，然后外边给的钱多，对吧？”他苹果员工这点我觉得还挺好的。闲置笔记本可以用来做 NAS 啊，别，你还是老实买个 NAS 吧。遥遥领先，当初在欧洲利润不错，但是非洲就是亏着干。但是国家保证直接用援助资金直接划拨这个付款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在非洲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接别人的店，这个放着挖矿，这个挖到比特币就赚了，这个太难了。这个反正今天挺怪的啊，今天白天还可以，到晚上突然不行了，挺难受的。有可能明天的节目已经放了，然后礼拜五可能要休息了。礼拜五的节目还没做呢，然后而且礼拜五还要直播。哎呀，我现在
这个直播说什么都是没什么想说的。到时候礼拜五如果实在准备不出来的话，我就开直播跟大家闲聊了。如果在国外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在国内的话，做旁路由或者 NAS，国内可以直接卖掉。但是国内爱回收，我就想起来，我的大量的旧笔记本都是卖给爱回收了。之前我们给遥遥领先做过一套自动化组装产线，具体生产什么我就不细说了。之前谈的是要10条线，成本压得很低，精度要求特别高。我们做了大量的测试来提高精度，本来靠数量来分摊研发成本，结果做了一套后，遥遥领先拿着我们的方案抄了我们，做了剩下的9套，这是我亲历过的一个事儿。无法想象这么大的企业做事这么 low 他们干这种事挺正常的，他们还会觉得很光荣你看我为遥遥领先节省了成本国内可以卖给京东京东下边实际上就是爱回收，爱回收是京东投资的。遥遥领先做事一直就是这么个屌样子，是的。英国伦敦挺多公交车都是比亚迪的，对。那位英国的朋友也是很神奇的就觉得英国人打死都不会买这玩意儿。对，比亚迪是在登陆日本，但是这叫长泽雅美做的广告。长泽雅美是谁？我不认识。怎么看华为、小米大部分手机都是由比亚迪代工的，挺好的。比亚迪还代工小米那个什么苹果呢？比亚迪是果链企业，对吧？这个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打算做电报群吗？不打算，我一直是 Discord 群。不知道安全否没有任何事儿是安全的。特斯拉是被吉利路特斯是被吉利收购的英国品牌，英国汽车品牌基本上都被其他国家厂商收购了，有些品牌设计买了个 A， 生产设计卖给了 A， 生产卖给了 B， 归属权乱七八糟的。是的，但劳斯莱斯和宾利应该还是英国的吧？这个有人知道没有？回头给我讲一讲。特斯拉是上海纳税大户中的大户，同时是出口重点企业，是的，所以就是上海让它进是很正常的。这个对我是比较讨厌电报虽然我用电报，但是我自己不拉群。我的 iPhone XS 卖给这个苹果比其他的二手还贵一点，反正我上次iPad 就让我去外边卖去。我明天的节目都没落实，好吧？我是明天节目落实了，然后今天在这儿做完直播，好像得休息一下。今天感觉状态不是特别好，闲置的版本比较近的出二手划算，很老的话苹果置换给的价格会高一点。这样的。PS 和游戏盘我卖给爱回收了，那价压得我哭死了。哎呀，这个好多我卖的爱回收就是他给钱就行了。谢谢大佬指点。二手回收平台这个其实都差不太多。现在转转在很努力在打，没准会给的钱多一点。只要别卖给私人，就相对有保障一些。是，闲鱼我是从来没使过，虽然我有时候会翻，但我从来没用过。默认贡献隐私数据了吧？也没有你一般卖的二手平台他们会处理的。由于马斯克的奖励条款被股东告到了州法院，而且有可能做出不利于马斯克的判决，我觉得马此次出行也隐藏了后手，有可能把 FSD 剥离出特斯拉，成立新的可以自己全控制的车厂，把特斯拉抛弃掉，前面的奖励股份落袋为安那个应该也不是，就是已经判了那个。特拉华州的那个叫什么横平法院已经给他判掉了，然后马斯克输了，那个钱不给他，而且还得让他吐出来，这不是说不给他，得让他吐出来。所以这个事儿，反正马斯克还在上诉吧，等吧。劳斯莱斯属于宝马，宾利属于大众好吧，看来真的是啥也不剩了。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三星也这样。我给三星手机做了很多套产品功能方案，他们以不满意为由不验收，之后手机发布，结果有80%都是我们提的方案，那咋办呢？
最近辐射电视剧吸引了不少人啊，想再入个辐射4啊，这个我是没想法。我是最近准备把我的那个战神打穿，我战神还没打完呢，比亚迪比华为更狠，直接要样品，呃，要了几批样品，然后直接自己开产线搞了。是的，就国内这些都这么干。今天来晚了，不知道讲没讲那个翻滚的特斯拉？哎，那是什么事儿？主驾、副驾居然是好的，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今天看了一条视频，昨天30号有车主开着自己的特斯拉去杭州，一个区政府试试能不能进去，被拒了，说没有得到上级通知。是的，很多人现在都在开着特斯拉四处去试。辐射4好像有重置版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辐射4我那天装了，我的 PS5上好像是送那个游戏的，因为我买了会员嘛。然后反正进去了，实在是没什么想法，因为它是第一人称的，所有第一人称的我都不打啊，这个头晕。据说国内家用电动车很多是用二手车方式在欧洲卖，他们管那种车叫平行出口啊，确实有。而且很多到俄罗斯到什么这边的车都是平行出口。哎，国内其实这个提案给钱这事儿你就别想了。5一没人出去玩吗？这个反正我就老老实实在家录节目了。这个据说今年5一的旅游非常好啊，这个各种堵车，各种什么又都起来了。对，然后比如说你开车去内蒙玩，对吧？在高速公路上休息区买一块切糕啊，然后切糕说要12000，说我们这按克卖的啊，可贵可贵了。哼，又看到老范直播了，我们经常直播。这个好好休息，有时间就休息一次，回血一下，效果更好。是的，我反正最近确实是差那么一点啊。我这个 Steam 上买啊，这个挺好。这是说的辐射是吧？战神是 FPS 也不是，战神不是，战神是叫过肩视角，就是它的视角是从肩膀后面看过来的啊，所以还是比较舒服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吧？感谢今天大家这么多人陪我这个直播，然后呢，也感谢有4个朋友打赏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